带你抓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一伦好，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一伦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持续带你来看一下台海目前的情势哦。因为呢，我们国军是罕见的拍到了无真实无人机，好，共军区域拒止关键的节点。好，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国防部释出的照片哦。他说啊，共军再次执行联合战备警巡，那说有21架次出海，那其中14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并公布拍摄到的共军无真实的画面，就是这个。好，那无真实呢？就是共军电子侦察无人机，它核心任务呢就是电子情报搜集跟电子战，那为区域拒止跟空中资讯战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节点。那目前中国大陆啊004型的航母船体说已经几近合拢。好，这件事情其实是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卫星照片。好，他们曝光了中国的第4艘航母004型在大连造船厂最新的建造状态。好，你可以看到就是这4艘。好，这4艘有什么玄机呢？其实呢，这组卫星照片是在2026年5月上旬所拍摄的，清晰展示了过去1年多来这一艘巨型战舰从分段建造到船体合拢的全过程。好，所以004型的这个建造进度啊，被说非常的快。那船体规模也非常大，已经超出了许多外界观察者的预期这才让大家颇为惊讶。好，那除了这个台海最前线的之外包含是这个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那现在南韩这边也被认为是首次出任一个重要任务，也就是31国参与2026环太军演联合海上部队的指挥官，这个职务首度由南韩海军少将金仁浩出任。说这不仅是该职位过去由美国还有这个澳洲、加拿大等国垄断之后的首次易主，更创下了环太军演开办55年来首度由非美籍的亚洲国家将领来执掌多国海上联合兵力作战的一个历史新页。好，那还有的就是日本啊，那日本呢，现在这个小泉进次郎之前在相会上面跟北京的代表还针锋相对，甚至还跟讲说啊，请代我向董军部长来致意，因为董军没有去相会好，那面对中国代表团指责日本走向新军国主义，现在小泉进次郎也强烈的反击他说啊，你中国拥有了大量核武器跟战略轰炸机，却没有把这2项的武器日本贴上，对不起，是却没有把这2个武器的日本贴上了军国主义标签。他认为难道不奇怪吗？好，他是这样反问了中国。那日本呢，现在也首办了世界岛屿国海洋会议，那高市早苗跟我们的友邦帛琉的总统会述人也见面了。好，近年来呢，中国透过了基建投资跟金援，积极的扩大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那也持续的向第2岛链以东来扩张海洋活动。美国最近蛮担心的这个战略的重心也转向了中东跟本土的周边，使得日本跟澳洲产生了危机感。那因此加速深化跟太平洋岛国的合作，来抗衡中国大陆的势力。好，那日本在今年度的他们的防卫白皮书也有一些概要曝光了，在中国持续扩张军事实力，频繁在台湾周边来进行海空域演训之际，日方再度将中国的军事动向列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强调反对以武力片面的改变现状。所以呢，现在对于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我看起来是有一些敏感的这个挑衅跟冲突之间的这个存在。好，那还有人觉得说啊，这场战役不会只有在地球包含的是延伸到外太空。好，中国现在长征的12B 火箭无预警的首飞，发射了千帆宽频卫星进入轨道。好，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画面出来这是中国最新型的火箭长征12号乙，在1号无预警升空，那将类似星链千帆星座的卫星群来送入轨道。美国媒体说中国在没有提前通知、没有提前发布空域封闭的通知情况之下，就直接发射了类似猎鹰9号的长征12B，而且还搭载了2颗卫星。
好，你可以看到别人说啊，这个长征12B 有长大招哦，多项的技术其实都超越了美国的猎鹰9号。好，也就是这枚被美国直接对标这个美国媒体直接对标美国猎鹰9号的新型可复用火箭，看似只是一次常规的首飞哦，那实则暗藏了多重颠覆行业的重磅信号，说正式吹响的就是中国航天对抗美国太空垄断的号角。好，那我们也看到啊，现在这个 NASA 想要急起直追，好，因为呢，中国大陆的嫦娥现在抢先探测 ，SpaceX 不是要上市吗？大家要越来越壮大，那就意味着美中之间近年展开的月球资源争夺战可能会进一步的升温。我们看到中国的嫦娥探测号在月球背面发现了2大未来战略的资源，就是水冰跟氦三。好，失了先机的美国太空总署就是想要改变策略，压注在 SpaceX 的新建，将太空人和起基地的设备加快运上月球。那古怪乎这个 SpaceX 上市享尽了度身订造的监管，还有规则的特权。所以可以看到，在外太空的部分更广大那当然现在美中都在抢一些资源，希望谁可以先站上这个技术的领先谁就有一个太空的话语权。好，我们看到台海的最前线，也就是这个无真实的无人机，很罕见的拍到，而且我们国防部还直接露出了影像。我们先问邱毅委员，无真实的无人机在2024年的11月，中国大陆在办航空航天的博览会的时候，才是第一次的亮相。到2025年的年中，它才正式服役入列。刚才一轮说了，它是所谓的侦察机以及电子战，也就是真打两用的无人机，也可以说是中国大陆自行研制出来的先进的无人机。那现在这个无人机已经加入了台海的战备警巡，那代表台海战略警巡的整个的武器已经升级了。这个升级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依我所了解的有限的讯息，大陆对赖清德的评价认为赖清德比蔡英文还要更走向台独，而且美国在美国的指引之下，日本跟菲律宾之间进行所谓的3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之间的动作越来越频繁。最近日本跟菲律宾不是还在划重叠的经济海域，甚至把台湾东部的这个海域也把它纳入一个划界的范围，你就可以从中就可以了解。那接着呢，美国的智库公布了卫星照片，这个卫星照片里面首度比较完整的披露了大陆航母004的相关的信息。当然说它的排水量是13万吨，我得到的消息应该是排水量是10到12万吨，但是它的满载排水量应该差不多是13万吨。那基本上呢，都会把这个004跟美国的什么比较？跟美国的福特级航母的3号舰，它的1号舰就是我们熟知的出现在加勒比海、出现在阿拉伯海的福特号来比拟。福特号在海上漂流了11个月之后，现在回到母港去整修。好，那2号舰呢，在海试失败以后就无影无踪了。3号舰就是电视墙上所指的企业号。企业号现在的进度差不多跟004差不多，双方大概都是在未来的2年可能就会正式的亮相。但是基本上大家可能对004更看好。为什么？因为就它的1号舰福特号跟003也就是福建舰来比较，福建舰明显的在它的电磁弹射上就胜过了福特号。那现在的企业号一样，电磁弹射是它的短板所在，
而基本上，如果电磁弹射的短板无法克服的话，它就没有办法起降F-35C 的战机，那最后只好用大黄蜂 FS-8。那现在呢？至于大陆的部分，它的001啊，它的001辽宁号、002的山东号，到了003的福建号，基本上它的歼35的隐形战机都已经可以顺利的弹射起降。而在这个今天所谈的004里面，四架的电磁弹射器，更是被大家认为它的效能要远比企业号要来得更好，这是大陆海军上面的优势所在，更显示它反介入跟区域拒止的能力是越来越强的。好，我们接下来问将军怎么看？它这个无针石的高空侦察机，因为它是喷射的，那喷射的引擎它飞得高，侦察得远。最重要的目的是2个，第一个电子光学照相。这所有的军事上的部署有没有跟以前有所调动调整，或者这个演习的这种动态，它可以在经过光学判读，可以及时掌握，比较了解军事部署的状况。第二个最重要的是电磁频谱的接收，因为打仗打电战，在去年2025年的5月7号印巴空战，电子战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将来空战谁要胜负，谁掌握了电子战就是制电磁权，谁就胜。谁没有掌握制电之前，谁就输，所以他就过来。而且这个无针石，它留空时间久，它在高空的话，应该可以飞到20个小时。你看可以飞那么久，你都不可能那么久都在一直电磁波管制，你还会被它接收到。一接收到，它回去做 AI 做电脑分析，直接列入大数据这个资料库。那以后的话，它可以来判明什么样的武器使用什么样的武器，就会有什么样的电子频谱，抓参数就对了。对，就把这个资料，因为现在在建制资料库，这个也是战场经营、情报经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我认为要特别留意。是。另外的就是讲这一次环太平洋军演 RIMPAC 为什么是由韩国的一个海军少将当指挥官，不是日本？他第一次派应该派日本，不是，因为派日本来当少将指挥官的话，中国大陆一定会抗议。凭什么是由日本？按照道理讲，日本为什么美军驻在日本的人数5万，比在韩国的28000多？第二个，美军驻在这个航空母舰，现在是华顿号住在日本的横须贺，有没有住在韩国？没有，是日本。换句话，美军加码在日本的多，加码在韩国的少。那这一次反而是由韩国来当整个环太平洋军演的指挥官，那就知道了政治因素，就不能派他。第二个，日本呢，它是不叫海军，叫做海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来指挥海军，31个国家，因为环太平洋军演从这个月6月20号开始到7月31号，1个多月。那这样的话，感觉到身份上有所不当，因为是海上自卫队，不是海军。虽然日本也称它叫海军啦，但是这个在名称的称呼上是有一些差别的。对。另外第三个假想敌，韩国的假想敌是北韩，日本的假想敌是中国大陆。今天日本当指挥官呢，中国大陆怎么看？这是假想敌的设定。这个当那个指挥官，他指挥31个国家的军舰呢，40多艘哦。因为有的国家派2艘，有的国家派1艘，有的国家派观察员，不一样。所以这个政治意涵在里面是非常大的。那最后一个我要补充的就是它的第4艘的航空母舰分段制造比一体制造速度来得快，前中后中，4段大家一起来做直接并在多段并进，然后总级就是总成总成就成型了。这个速度快，以前的时候是一条龙骨，大家来接来喊来弄，慢是的哈，对，这样慢，这个是线性式的，那现在是齐头并进式的，速度就快。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大陆赶的是进度，赶的是速度，希望它早点下水。这一艘10万吨级的超级航空母舰，就是要尽快，这是个指标，是第一个超级航空母舰，因为10万吨以上才是3万。是第二个。核动力是中国大陆第1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所以它赶快下水，所以政治意涵是蛮大的。
好，中国大陆现在并进式的这个技术好像蛮流行。之前我们讲过一个车站哦，也是说并进式的哦，一起然后把它凑在一起，马上就好了哈。崇安教授怎么看？日本这一次动作蛮大的，特别是他办的这个世界岛屿海洋会议哈，这个高峰会。那当然在之前，小泉就讲了这个，他说你们怎么讲我新军国主义啊？他说中国你在讲我新军国主义干什么？你自己有核武啊，对不对？有核武，而且呢又有这个战略轰炸机，你有这2项这么强的东西，你反而来指责我。这小泉，我们通常叫他小泉，等于他爸是小泉嘛。是，这小泉的声量蛮硬的，当然跟他想要展现出他从横须贺长大啊，然后很容易这个训练有素，他想展现出比较男性的这一面有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日本这一次动作这么大，还有很多方面我们可以讨论，比方说他找了菲律宾来这个我们刚才讨论军事同盟的延伸，就是他在画这个 EEZ 专属经济海域。所以呢，这个今年的5月28号，他跟菲律宾发表这个共同声明，有关他们要在台湾东边这边画这个专属经济海域哈。这个其实有它的意义所在。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日菲哈，为什么这次做这个东西？他们早在2024年的时候，他们签署这个 RAA 叫相互准入协定，简单讲就是一个军事互访、军事互助，而且军事武器互相交流的一个准同盟关系的一个的协定。好，那这个 base 在这个相互准入协定2025年生效之后呢，日菲就进入到一个新的我们讲的在南海上面更多的军事交流跟军事合作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知道，在南海上面，菲律宾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南海政策，菲律宾一直想要拓展它的所谓的这个南海经济划界，特别 EEZ， 所以它在菲律宾西边这巴拉望西边，它有画了所谓经济海域。那这 EEZ 跟中国的九段线有高度的重叠，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几年来南海上面有许多争端，包括我们讲的这个仁爱礁事件 （Second Thomas Shoal） 哈，这个就是在这个专属经济海域上面划界上面产生一个冲突。既然讲菲律宾把专属经济海域画出来了，然后中国的九段线一画了，交错的地方就是这个仁爱礁这个地方哈。那西边菲律宾想要拓展，北边就是跟日本在这次谈的所谓我们在台湾东边这两个国家各推200海里，日本往下推200海里，菲律宾推200海里，他们两个有交汇的地方，这个地方日菲接下来达成协议，就是所谓经济海域有交错的地方该怎么处理。重点来了，我们台湾就反而不敢讲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日菲他们在那边划定区域界限，剑指是中国哦。那如果你是赖清德政府，他会觉得什么？你这话很好，你剑指的是他们，不是我们。因为你抗中，对不对？但是别忘了，在那个地方是我们鬼头刀跟尾鱼最多回流的地方，鱼是不会认边界的，渔民会去抓鱼。当渔民跑到日菲两国的这个签订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被找去再画一个第三边呢？如果你有两边画的交集，你应该找台湾来画第三边，所谓三边交集的地方，这才是所谓国际秩序、国际建制要讨论的地方。我们没有被邀请去画，我们没有被通知，人家画完才告诉你有没有失职。有，我再讲最后一个，这就是人家在你家车道前面放了三角锥，说这块是我的，这块是我的，你要开车出去，对不起，三角锥借过一下。这对吗？我觉得不太对耶。所以大家才会说上权入国嘛。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今天是6月初哦，但是呢，到了6月中，就是6月14号是美国国家领导人川普的生日，我们帮他唱一首生日快乐歌 ，Happy Birthday 哈。好，那当然，因为川普生日有他很大的愿望，他马上就要来了。他的生日愿望已经讲出口了，他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他也称赞习近平是一个很好的人。好，给大家一个冷知识科普，川普是6月14号生的，习近平是6月15号生的，两个人都是双子座，而且各差一天哦。所以我们就说现在美中两大 G2 国家是双子座主导的哈。好，那川普更表示说，两人是为了各自的国家，习近平是为了中国，我是为了美国。美中现在关系很好。当2017年就任总统的时候，中国正在剥削美国，
不过我不怪中国这么做，因为问题出在之前的政府，又是拜维拉了啦哈。好，那川普自夸是他救活衰退的美国哈，说习近平对他是充满了仰望跟尊崇之情哦。他说在北京期间从习近平得到各种赞美，习近平还夸他说在位期间把美国带上前所未有的巅峰。他甚至赞叹扭转一切的速度实在太快，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件事情。高母亚，习近平要不要？应该不会反驳了但是我还记得当初他两个人在讲，不是讲到休息里的陷阱吗？就是意味着美国正在往下走好，那当然也看到了现在美国的状况因为有一些 trouble， 包含是砸25亿修复很划算吗？这是美军的海狼级核动力攻击潜舰康乃狄克号在2021年10月在下潜时撞到了海山，严重受损，被迫停摆4年半之后，现在终于准备恢复服役。这个复修的费用是超过8000万美元，大概是25亿台币。那也说被像雷击中2次，因为美国的 F-15E 战机在4月初在伊朗的上空遭到击落，所幸美军成功的营救紧急跳伞的飞行员。但是美国媒体就爆料说，遭击落的飞行员其实在战争爆发初期就曾经被科威特防空系统误击跳伞过。所以现在看到虽然川普觉得美国是再次伟大，但是在战场上面跟一些这个海军潜舰的部分则是有一些问题。那现在中国大陆呢，对于美国又找了一个新借口，其实是有点反感。这个新借口呢，其实跟我们也有一点关系因为这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根据301的调查结果，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中方对此外交部的发言人出来反应强烈的表达抗议。他说，中方一贯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都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他认为应该通过对话协商来进行解决。那这位欧洲议会的贸易委员会主席他则说，现在欧盟领袖在这个对中战略的时候，必须避免陷入恐中症。也就是目前贸易关系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处理。那在欧盟内部像是德国跟西班牙，因为对中的往来密切持续的阻碍，欧盟层级对中反制措施出台。那以及彭博说，欧盟为了跟中国贸易作战来做准备这可能会重塑失衡经济的关系。那以及我们看到中国车企利用欧洲同业工厂来生产车辆，那德国的专家就警告说这个举动虽然可以暂时的来舒缓欧洲车厂产能利用率低落的问题，但长期来说可能会让中国的竞争对手在是欧洲的市场日益壮大。那他认为是特洛伊木马，他用这样来形容。好，最后我们来看马斯克跟这个 AI 他创办一个人工智慧公司，人工智慧公司他在招聘平台上面发出了一个要中文 AI 导师的职位那个时薪是1400元可以远距上班。他们希望就是有中国的方言因为体系繁杂，那希望用这样子的部分来打磨本土化、训练数据集的一个原因。那路透则说DeepSeek 现在想要筹措人民币500亿元首轮的融资，腾讯跟宁德时代传出都要参投。那最后我们看到是中国说正式成为 AI 基建狂魔，因为它的布局东数西算工程让东部蓬勃的算力需求无缝对接西部充沛的绿色电力，然后用来建造算力中心。那美国建设一座 AI 的超算中心需要3年，但是他们做只要18到24个月，所以预计2030年中国在 AI 发展上面累积投资的金额达到10兆人民币。好，那这当然就是美中之间的一个竞逐。好，我们看到了像川普的生日愿望，说让美国再次伟大，还不忘说习近平很崇拜他。好，我们先问邱毅委员。川普的这个性格我倒是蛮喜欢的，他很传统，他也非常崇拜强者，他认为人比事还要重要，他认为只要人的关系融合了，人的关系好了，
再怎么困难的事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他面对了美伊谈判的僵局，他最近就出了一个主意，他想跟穆杰塔巴能够见面。他认为跟穆杰塔巴见面，或者就可以让现在美伊谈判的僵局可以打开。当然啦，他到北京去的时候，他跟习近平也谈得很好，他也很服气习近平。说实话，刚才一轮说修习底德陷阱代表了这个美国的衰落，其实也不尽然。艾利森提的修习底德陷阱主要强调的不是衰落与崛起的问题，而是谈到旧的霸权、老旧的霸权终会被新的霸权所取代，而且中间难免一战。而现在大家认为老旧的霸权就是美国，新的霸权就是崛起的中国，所以修习底德陷阱本身是具有一个积极的含义，告诉你说，这时候新崛起的霸权跟老旧霸权之间，大家应该要和解，否则就会酿成一个世界级的大战。好，那基本上在美国，川普刚才讲的是川普的优点，我现在来讲川普的缺点。川普因为很传统，所以他很受到他学习成长阶段的影响。川普在华顿经济学院的时候，他的经济学练的是凯因斯学派的经济学，那时候凯因斯的经济学最热门了，而且他又接受了后来纳瓦罗提给他的关税的理念，所以他始终认为关税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政策工具，所以他对关税始终舍不得放弃。你看看他上来才1年多的时间，一开始就是对等关税，后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这个对等关税是违法的、违宪的，所以后来他又用贸易法122条，又对各个国家要加征10%的关税，又被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又裁定是违法的。可是他不死心，他又用了1974贸易法的301条。要启动301调查，那现在美国的贸易代表署已经提出了他们最后的政策，就是对65个国家要课10到12.5的关税。那这一来，我判断他可能又要被裁定是违法的。基本上而且他这么不断的课关税，把他跟很多国家的关系都打坏了。而且这一次的关税战，它涉及到的国家范围很广，包含中国、日本、韩国、印度，还有加拿大、墨西哥，还有欧盟、英国，所以它造成的影响一定也是非常巨大的。好，我们现在问崇安教授，那个川普生日愿望，我要补充一点。一个14号，一个15号，可是他们有时差，所以川普跟习的生日是同一天，他们是同一天生日别忘了两个强人互相彼此的道贺之外，还互相我不知道习近平有没有崇敬川普，但川普很崇敬习近平。川普这个人他就是重视强人政治，他的脑袋中没有说什么民主啦、和平啦、民主和平论啦，没有，不是，他跟拜登完全是不同调子，他不相信那一套。他重视的是强权，重视实力，好，所以我们讲 ideology 意识形态那一套不存在，这背弃了美国过去传统霸权的一个看法。好，我们讲美国他们喜欢用什么民主同盟啊，然后如果你跟我是同一个民主的，我们就是好朋友。川普不是利益同盟，利益跟我一样好朋友，所以他崇尚了许多我们讲跟他意识形态不一样的强人哦，这很特别，这也是造就我们现在整个世界需要大改变的一个的结果。刚才邱委员讲了这个，我们讲 Ellison 他的特色就是他早期是研究古巴飞弹危机的。我们小时候在念的时候说，都是他的成名作是古巴飞弹危机。然后他后来在研究中国，研究美中注定一战，说他的理论是，他认为这个过去的强权呢会衰弱，会有个记起的强权会来取代它。他用了26个案例里面17个发生战争，是就75%的几率，两权相交的时候会什么？会发生战争。问题是，他过去研究的案例有许多是我们讲早期这种传统战争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核子武器，所以呢，我们讲说他这个不管是在西班牙、葡萄牙，或者后来这个葡萄牙、英国衰落，美国起来当然很多有发生战争。问题是，他忽略到一点，现在有核核组，
核二组会让这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用国际关系理论我们叫霸权转移啦 （Power Transition Theory），会有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他们可能在转移的过程中没有传统的战争，他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我们讲没有烟硝味的科技战或者是贸易战，这可能也是我们常讲的这个霸权转移论的一个特色啊。因为美中如果真的注定一战，成本真的很大。那在这高成本之下，我觉得川普不是笨蛋，他不喜欢那种高成本的东西。他自己讲，在我任内不打仗，都是 Sleeping Joe 打仗，他不要花钱。我讲马斯克马斯克他很聪明，他想要能源，所以他在这个德州想要盖100吉瓦的太阳能制造设备。他看上了中国的迈伟 Maxwell Technology Company。那迈伟是什么？我们之前讨论了，专门在做新一代我们讲的异直节技术。这个异直节技术是简单的讲，就是它有一种我们叫丝网的这个印刷技术，把这个电流这个印在这个晶片上面，让它收集的电能呢，太阳能电能可以传输出去。这个 Maxwell Company， 我们讲这个迈伟是市占率75%到80%的太阳能这异直节的技术，它非常强，基本上接近垄断。这个马斯克很聪明，他说我要买他们的产品，直接买下来。对，可是现在中国有点抵抗，说，这个我们再来讨论。那当然，你未来 AI 的算力在哪啊？我们说算力在哪，能源在哪？它需要很多太阳能技术，特别在德州那地方地大，沙漠多，所以我觉得这地方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哈。好，将军怎么看？这个欧洲议会的贸易主委认为，中国大陆的这个产品，尤其是车子，可能会进入这个欧洲市场，而有这个恐中症。我认为这个中国大陆正在复制类似大疆无人机。大疆无人机在全世界的市占率达到70%。你10架里面就有7架是中国大陆大疆制造。你看它的市占率有多高？这是讲全世界，不是讲一个国家。那现在车市呢？这个车企正在复制大疆。为什么？有3个趋势来看。第一个，售价要低。你虽然大家买便宜货，同样等级的这些车辆或同样等级的无人机，你会买便宜的，因为便宜的物美价廉，大家喜欢CP 值高。那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因为它是大规模量产，那它的单价就低了，竞争力就高了，大家慢慢会习惯。第二个，我们讲的市占率都从0开始，然后会越占越高，所以这欧洲的车系，包含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尤其是德国还包括瑞典，那这样他们的车市场就会慢慢被受压缩，因为说他们的市场变小了，成本就会垫高。中国大陆市场变多之后，成本降低，那这样的售价就低了。这类似大疆无人机，所以我们讲到的市占率高，就变成普遍性大，大家都方便了，零件你要去维修，零件也多了，那这样它的竞争力也就越高。所以第二个特色就讲到普遍性。那第3个呢，我认为刚开始大家都在排斥，美国也在排斥大疆无人机，都在排斥，但是排斥觉得没有办法了之后呢，就变成开始接受了，本来排斥度是很高的，后来慢慢接受，现在变成接受度很高，排斥度高，现在变成接受度高。你看这个一翻转之后，就变成这个状况。所以欧洲这些车企忧心忡忡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都是从无到有。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 F-15的这个我们讲跳伞的，它这个表示说2次逃生都成功，一个在科威特被误击弹射跳伞，另一个在伊朗执行任务被伊朗打掉弹射跳伞。它的马林贝克，我们的可靠度蛮高的，对，2次都成功，而且都是作战不是训练都成功弹射。那我们记得在去年的永鹰号高教机有没有那是第7770次弹射成功。那现在这个已经快到达8000次的，所以经验累积越多了，成功几率越高。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最后一节我们还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美伊的战争目前走到什么境地的谈判没谈成，但是现在有一些交火了，包含就是科威特他们在3号的时候说伊朗的无人机跟飞弹击中了他们的国际机场，而且造成了是有建筑物严重受损，而有多人受伤。你可以看到画面上直接就直接炸到他们的机场所以这个黑烟密布。那目前看起来这样的状态确实
建筑物真的是严重受损，然后全面的暂停起降。好，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说啊，多架敌对无人机锁定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大楼，造成严重破坏，导致了多人受伤。那大家就想说啊，现在到底是停火没破局，还是怎么样呢？川普说啊，在那里停火就是比较温和交火。好，伊伦解释一下意思，就是小打小闹就对了啦哈。好，那伊朗的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啊，则说如果美国恢复攻打伊朗，伊朗就会用更多的飞弹还有无人机洪流回应，来侵略者会迅速的受到惩罚。那现在川普说啊，他蛮想借穆吉塔巴的说如果伊朗同意放弃核武，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借穆吉塔巴，认为是又在放话了。好，那穆吉塔巴到现在确实我们都没看过他哈，那都是以声明的方式出现的。那我们再看到就是美伊交火是不是升温呢？因为呢WSJ 说啊，这个川普有一个盘算，也就是美军有人死才会考虑全面的开打。这是报道说，这个川普私下告诉幕僚，如果德黑兰造成美军人员死亡，才会考虑终止停火协议。那现在美国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 CIA 跟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好像有在闹内讧啦。好，那目前路透社报道说啊，这两个机构持续内讧1年多，现在 CIA 已经停止参与这个 ODNI 这个美国最高情报办公室制作的部分情报评估，其中就包含伊朗战争的相关情报评估。那众院的投票已经确定了，就是限制川普在伊朗的战争权哦，是215比208，好，限制了川普的战争权。那现在有共和党4位哦倒戈哦，因为在地方的选区受到压力，选民抱怨啊民生通膨的问题。那美国监察长则说，我们要彻查国防部跟国务院哦，认为哦228开战算起，这个战争在法律上是已经超过60天了。但是你看赫格塞斯怎么讲？他说：“哦，我的理解是，川普总统4月宣布停火时，这场战争的60天期限已经重新起算。哦，在玩文字游戏啦。那目前卢比欧呢，则认为说啊，这个川普政府知道伊朗战争带来全球经济的影响，认为伊朗最终获得核武的风险其实是更危险的。有人认为它淡化战争经济的影响。”那中东冲突升温，油价飙涨哦。你看美股的道琼工业指数狂泻超过600点哦。不过美股因为真的太高了哦，有时候震荡一下也正常啦哈。好，那联准会则说啊，美国物价呈现中度至强劲的上涨，那以及原油冲向$100，美股、日元跟这个币圈都遭到抛售哦，那当然就有些经济上的危机了。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这个科威特的部分，刚刚也看到画面了，这个飞弹击中的蛮严重的哈。我们先问邱毅委员，这一次啊，川普还是很信任他所谓的边打边谈，他认为边打边谈可以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就可以打破原来处于囚徒困境的谈判僵局。可是问题是，伊朗不信任他，而伊朗的内部又有温和派跟强硬派之间的争议。例如你们电视墙谈到的雷扎伊，以前做过革命卫队总司令的，他就是标准的强硬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谈判始终没有办法顺利的展开。那现在川普又吹了一个大牛。他说，或者这个礼拜的周末，又可以美伊之间的谈判就会有进展，就会有结果。他这一说啊，当然就会影响到股价，当然就会影响到布兰特原油的价格。我要提醒哦，布兰特原油的价格今天已经最高点到98块美元了，也就是说，又要突破100块美元了。所以整个国际的油价真的蠢蠢欲动。川普吹了这个牛，如果这个周末没有进展，反而发生更严重的冲突，那下个礼拜可能原油的价格会飙得更多，而股价可能会跌得更多。好，那就牵扯到另外的电视墙上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美国的联准会。你知道5月22号，川普特别用了40年来首度出现的，在白宫替新任的联准会主席凯文沃什
帮他办上任的典礼。这个上一次是40年前，1987年，当时雷根对葛林斯潘的待遇。现在川普又在同样的白宫里面替凯文沃什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典礼，他要凯文沃什干嘛？要保持独立性。大家说独立性什么意思啊？独立性是不是不听白宫的话？不是的，他的独立性的意思就是要凯文沃什摆脱目前联准会的11个理事，勇敢的把利息给降下来，而且降得多一点，降得大幅度一点，才能够挽救美国现在的经济的衰退，以及利息支出不断的窜高，造成了美债危机的这个问题。但是啊，你知道现在的 CPI 上个月已经到了3.8%，而警戒线只有2%。我请问你，下个礼拜如果原油价格在飙涨，是物价在膨胀，凯文沃什怎么敢降利息？到最后不是降息，而是升息。这时候，川普跟沃什之间可能又像当年跟鲍威尔一样，又要发生斗争了。好，那美国的内政问题也是蛮复杂哦。将军怎么看？美国跟伊朗之间没有互信，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美国要伊朗放弃核武研发，那伊朗不愿意放出核武的研发，所以要伊朗交出浓缩铀，困难度非常非常高。那川普呢，就知道啊，川普最怕的是冒险，这个大打大风险啊，小打没风险，那就小打就好了，大打大风险。今天如果伊朗遭受重大的破坏，伊朗一定会报复，然后这些住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就变成我们的飞弹，还有这些无人机的目标。对，那这样的话，那个川普的压力就大了，所以变成这个状况。那这个伊朗看出来没？伊朗看出来了，但是以色列一直在戳川普，赶快动手，继续动手。所以以色列在给川普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川普有时候啊还会数落一下纳坦雅胡。你这个不要再闹了，尤其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是这个样啊。川普压力也很大，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一直叫他动啊，那川普他有他的考量，因为大打大冒险。那现在要伊朗放弃核武，唯一非常困难的就是以色列要把核武交出来，伊朗才放弃核武，非常简单，因为以色列有100枚核弹，以色列可能交出来吗？不可能的事情嘛。那你要叫伊朗放弃核武，那怎么去要求他伊朗放弃？所以要伊朗放弃核武，除非要有非常非常丰厚的条件给伊朗才会接受，但目前看不出来，所以这种区域不稳定的中东的这个状况还会持续下去，谁都没办法做解决。对，所以荷姆斯海峡被伊朗所管控，时紧时松，在那边，这边做一个好像这个我们讲的开关阀，那美国也没办法，因为美国到现在为止都还无法也考量。不派任何一艘军舰进入荷姆斯海峡来打通荷姆斯海峡，就是风险太高，不敢了，不敢。所以在这方面，那这样子荷姆斯海峡就在伊朗的手上，那全世界也没有办法，美国都没有办法，全世界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状况，那就是被伊朗掐住这个战略咽喉，因为这是全球20%的人员都要通过荷姆斯海峡，我就把这个咽喉掐住，给世界压力，世界压力就给美国压力，但是美国也没办法，这个也拿捏不定，因为就是卡在核武的问题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原则上是无解，除非美国愿意在核武再让步，在核武的问题对伊朗做让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这个困难度，我认为不高，就在卡在核武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是看，那现在美国他对这个以色列的态度。也是拿捏不定啊，他要求美国没办法要求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它是我行我素的扩张主义。这扩张主义啊，从1947年建国以来就采取就是这个态度，会不会改？不会改的。所以在这一方面，美国跟以色列也不可能达成共识。那以色列尤其在黎南地区的黎巴嫩这地区，他还会继续军事行动，那会给伊朗压力，伊朗就去找美国，所以变成一个三角恋。那三角恋这问题好不好解决？也不容易解决。那以色列在伊朗这个地区也没有办法，这个其他的所有阿拉伯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拿以色列有办法，所以这个僵局会一直持续到，也会造成
中东的局势在短期之内一直是在不稳定的状态。对，而且这个延续到的就是美国内政的问题因为包含他们今年有中期选举嘛，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川普一直嘴巴说他不 care 不是很在乎，但其实摆明的他现在的满意度就是相当低，他怎么可能不在乎呢？崇涵教授，我们先看这个，川普对伊朗的一些看法受到几个人影响啊。他为什么空袭？他用空袭的主要受凯恩他的参谋联席会主席，因为他是一个4星上将，他们认为空袭是最可以节省所谓大批人力损伤的。是。那当然，现在 CIA 的这个情报头子伯恩斯说他不想玩了。那他其实是对于川普的伊朗行动他是有 concern 的。他认为第一个，他不支持大规模的地面行动，他也认为说伊朗这个问题是长期对美国的战略竞争，而且里面的资讯量还是很不明。所以我觉得伯恩斯他是拜登任命，他不是川普任命的，他有一点跟川普的概念不太一样。但川普坦白来讲，他听了蛮多，认为空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目前他也不想要损伤人力，所以他还是用这个所谓的空中行动来做为主啦。那他讲说，如果要死人了，他才会这个停止这个美国总统是这样，他很难承受大规模的美军的死伤，死伤越多，对于任何一位总统都压力会很大。特别是川普他认为这个成本不要。但我们过去有研究认为共和党人他比较能承受战争伤亡，民主党人对战争伤亡是很敏感，这在我们在国关学院是有一个讨论的。那川普反而是我觉得他对这个战争伤亡的这个忍受度没那么高。这点是跟共和党人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他现在面对国内前阵子5月19号这个战争权利法投票通过50-47，参议院代表说有共和党的参议员倒戈有谁呢？比尔·卡西迪，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参议员，因为什么？因为他5月16号初选被川普搞掉了，川普支持他的对手Letlow， 然后呢把他从这个参议员的初选把他搞掉。我问你，如果你是比尔·卡西迪对川普早就很感冒了，他在第一任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就支持弹劾川普被川普说你是不忠的共和党员。那这一次比尔·卡西迪在5月16号共和党初选被川普的支持的对手搞掉之后，他5月19号立刻倒戈。倒戈什么？他就支持这个战争权利法，让国会限缩川普什么在对外行动，在伊朗行动。那这个对于川普来讲，你觉得川普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不对？我要怎么做，你国会怎么可以这样管我，对不对？所以他开始会清算一些他认为跑票的共和党人。还有谁跑票 ？Rand Paul。Rand Paul 也是这个肯塔基州的，也是他的参议员，对，也是蛮资深，而且是个眼科医生。比尔·卡西迪是医生 ，Rand Paul 是眼科医生，代表说这几个共和党人是蛮有知识水准跟医疗水准的人，是他们对于川普还是很感冒，他们不是传统建制派的。那 Rand Paul 这个是我们讲这个是肯塔基州参议员，他也跑票，但他早期来一直是反对美国过度干涉中东议题，所以 Rand Paul 他在这一次他也是跑票那川普也是对他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会想要找他麻烦。还有谁跑票？缅因州的参议员叫 Susan Collins，Susan Collins 从1997年开始就担任缅因州的参议员。但我们知道缅因州是传统的蓝州啦，那边是非常 liberal， 是民主党的天下。但是 Susan Collins 在那边他还是有蛮稳固的一个根基。但是大部分人认为说他是温和的共和党的政治人物，他不是那种 MAGA 派。